我靠！所以，我穿越了，从一个摄徒变成了修理铺老板。行吧，穿越就穿越吧，好歹是个老板。但是这铺子也太破了吧，房租欠了2月，门口那破面包车不知道停了多少年，连个客人都没有，我靠什麼活？超級改裝系統已綁定宿主。系統？我就說嘛，穿越不送系統，那不是白穿了？來，讓哥們兒看看你有什麼好東西。超級改裝系統已激活，檢測到宿主首次綁定，發放新手大禮包，超級改裝一次。使用後獲得滿級改裝，改裝成品投入使用後，可以根據震驚他人程度獲得震驚值，震驚值可解鎖更高級改裝方案。新手大禮包，超級改裝一次。是的，但具體改裝方案需接單後出發。還帶懸念的，行，那我就等着看看你能給我整個什麼活。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我李奔要宣布一件大事，納奇維卡斯拉力賽馬上開賽，我李奔，納奇維卡斯永遠的王，決定復出參賽。納奇維卡斯的王和王後，我這是穿越到哪個世界來了？目前我手頭就10萬塊。10萬塊，連50紅光都買不起吧，奔哥？別急，聽我說完。10萬塊是我全部家當。我今天開這個直播不是跟你們借錢的，是來招商的。納奇維卡斯禮波復出計劃正式面向全網招募贊助商。招商，哈哈哈哈！你當你是上市公司，誰敢投你啊？你酒駕那兒還沒過去呢。哎，話不能這麼說，酒駕那是我活該，我認。但我技術還在，納奇維卡斯那條路我閉着眼睛都能跑。我李杯現在就差一台車，只要有人給我這個機會，我就能證明給你們看。所以，我找贊助商啊，我自己先擺出來10萬，剩下的找個有眼光的老闆幫我補齊，這叫誠意，懂不懂？奔哥，彈幕說的也不是沒道理，你現在這名頭確實不太好拉贊助啊。你懂什麼？真正的伯樂看的是千里馬，我李奔就是那匹千里馬。我去啊，納奇維卡斯李奔也還沒車呢。全網關注，全國直播，這可不就是給我量身定做的第一單嗎？鋒芒2個字直接打出去，鋪子還用愁。10萬塊改台跑納奇維卡斯的賽車，能不能幹？輕輕鬆鬆，接不接單？接，當然接，這種送上門的流量，不接是傻子。車我來改，幹不幹？怎麼聽着像車隊？是那個鋒芒車隊吧？鋒芒車隊不是解散好幾年了嗎？等等，這位鋒芒蘇老闆，鋒芒車隊的，當年拿過大賽亞軍的老牌勁旅。鋒芒？怎麼搜不到什麼具體信息？奇怪，我就知道天無絕人之路，鋒芒車隊。我小時候的偶像，當年他們拿亞軍的時候，我就在電視機前看着那塗裝、那引擎聲、那過彎的姿態，我跟你們說，那是信仰。奔奔，你冷靜點，人家也沒說自己是車隊啊。你們不懂，這叫什麼？這叫英雄惜英雄。人家鋒芒戰隊看中我的潛力了。蘇老闆，我先跟您交個底，我手頭就10萬塊，我知道不夠，剩下的我想辦法補，您開個價。10萬，奔哥，就衝你這個人，不要錢我都幹。蘇老闆，您這話我記住了，但是我李奔不是佔便宜的人，錢您先收着，剩下的等我拿了名次，獎金全是您的。行，包在我身上，不就是一台賽車嗎？等着。我靠！你們看看，誰說我李奔拉不到贊助？誰說我李奔沒人？剛才說那些話的呢，臉都疼不疼啊？看清楚，這可是鋒芒！哈哈哈哈！你們就等着吧。奔哥這是真瘋了，不要錢，這大佬到底圖什麼啊？能叫鋒芒的，能是一般人嗎？不要錢給我改車，這格局，鋒芒就是鋒芒。鋒芒蘇，不要錢給人改賽車，網上還一點信息沒有，到底什麼來頭？
系統接單，接單成功，新手大禮包觸發，改裝方案已經成。800匹，2.5秒，極速350加4驅，序列式變速箱，漂亮！這不就是一台怪獸嗎？系統，你果然沒讓我失望，讓我看看這台猛獸長什麼樣。系統在。你跟我說實話，800匹就是這玩意兒，2.5秒的100公里加速就是這台麵包車。是，這玩意兒發動起來估計跟拖拉機似的。你告訴我它能跑納奇維卡斯？性能參數已拉滿，不影響核心性能，能跑就行。我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說話大喘氣啊？改裝這玩意兒嗎？老子有系統，怕個屁，幹！不就是一台麵包車嗎？800匹的麵包車，全世界獨一份兒，開工！系統就是呀，我一個社畜上來直接什麼都會了，整對即將誕生的800匹麵包車充滿期待。晴天，你說咱們這新車到手，還不得上納奇維卡斯大殺四方啊？我看那蘇老板絕對不是一般人。对，现在我们的车应该正改着呢吧？对，肯定在改，而且是大改特改。我跟你說，我看人最準，這樣的老板出手，那絕對是大場面。火花四濺，零件亂飛，一台猛獸在他手裡一點一點成型。博哥，我還是覺得不對勁。這個鋒芒蘇我搜了一晚上，還是一點信息都沒有，連張照片都找不到。搜不到是低調，真正的高人網上能搜到嗎？錢德成，這孫子幹嘛來了？喂，錢大冠軍，什麼事兒？聽說你要復出跑納奇維查斯，我這邊有資源能給你整一台正經的賽車。好意我心領了，但是我已經找到人了。找到了，就是在你直播間互動那一個。但是我打聽過了，鋒芒都解散好幾年了。停！錢大冠軍，溫室裡面待久了吧？人家蘇老板第一個站出來挺我，圖我什麼？圖我10萬塊，圖我歲數大，圖我不喜。哎，串台了，10萬塊連引擎都買不到，人家就是看中我的潛力。但我李奔落魄歸落魄，骨氣還在。蘇老板信我，我就信他，這事兒不用你操心了。行，但我提醒你，今年的納奇維卡斯不一樣，國外那幫人來者不善啊。在看直播嗎？你不說我都忘了。我趕緊看看今年是個什麼陣勢。說實話，我們研究前置檔已經研究透了，它的每一個彎道、每一次剎車、每一腳油門，我們都有數據。米國將會真正有為主宰賽道。數據不會說謊，錢正德選手的跑法並不完美。中國賽車不就錢德勝一個人嗎？他倒了就沒了。我們這次來，就是要徹底終結中國的連冠。曾經的納奇維卡斯冠軍李奔宣布復出參賽。李奔？你是說那個連車都沒有，在網上直播要飯的那個人？他配叫車手嗎？我聽說他找了什麼鋒芒給他改車。鋒芒？別開玩笑了，一個名字都上不得台面的贊助商弄出來的東西能叫賽車嗎？那叫垃圾。開垃圾的人也是垃圾。李奔不在我們的名單上，他的車也不在我們的數據模型裡。說白了，一個跳梁小丑。李奔這種吃白飯的，既然非要來，好，那就來。發車後，恐怕連我們的尾燈都看不見。什麼叫開垃圾的人也是垃圾？這幫稿子嘴是真臭啊！800匹、200匹、25秒、4驅、序列式變速箱，你要是垃圾，他們那幾百萬的賽車算什麼？
廢鐵。奔哥，別氣了，氣壞了身子怎麼開車？那個金什麼，不是說要咱連尾燈都看不見嗎？行啊，那咱們就讓他好好看看咱們的尾燈。改裝完成，全系統檢測完畢，馬力800匹，100公里加速2.5秒，極速350加，各系統正常。注意，本次改裝完全依照納奇維卡斯賽道定制。這他媽的就是系統嗎？牛逼，真牛逼！奔哥，不用等了，明天直接過來提車吧。好了，這麼快？你就只管開，把油門踩到底，剩下的交給車，明天自己看。掛了。哎，这一圈慢了0.3秒，连續3圈都在掉，得振作。外面那幫人怎麼說的你也看到了，這已經不是一場普通比賽的事兒了，關乎中國賽車的臉面啊！而且我都打聽過了，這幫人已經非法組隊了，就是要把咱們的冠軍拿下來。不是還有李奔嗎？我昨天看他直播，好像已經拿到車了。哼，指望他，那可真是完蛋了。一個酒駕吊銷駕照的，找了個野雞車隊，幾天之內改出來一台誰都沒有見過的車，你跟我說指望他？開個玩笑，我沒開玩笑。中國賽車這面子，只有你能掙得回來，你得振作。老鐵們，今天就是提車的大日子。我跟晴天現在就去見蘇老闆，見證我的戰車。地址有什麼好看？蘇老闆的大本營能差嗎？肯定是在那種有很專業的賽車工業園區，門口停一排超跑，機械師團隊穿着統一制服。奔哥，你確定沒搞錯？這怎麼越走越偏了？偏什麼偏？賽車園區，這是成都。那個信號不太好。你說實話，你剛才是不是也慌了？慌什麼？高人都在深巷裡，走進去看看。奔哥，網上還是沒有鋒芒素的消息，倒是有個鋒芒修理鋪的註冊信息，經營範圍是家電維修。同名，那肯定是同名。奔哥，你還記得你在直播間裡說的嗎？你閉嘴！喲，奔哥，來這麼早？上來呀，愣着幹嘛？喲，這哥們兒是讓你給他當司機呢。雖然說吧，我確實是重考的駕照，但好賴我以前是冠軍，不能這麼霍霍我吧？行了，剛才不還說給你弄的車無敵嗎？走，上去看看再說啊。蘇老闆，您昨晚親自盯改車盯到半夜，這種細節活讓機械師團隊做就行了。什麼團隊？哪有什麼機械師團隊啊？我就是團隊啊！等等啊，蘇老闆，我冒昧的問一句啊，你不是鋒芒的嗎？是啊，鋒芒修理鋪啊，不寫着呢嗎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沒毛病吧？行啊，李大冠軍，咱們鋒芒車隊重出江湖。去，這不還沒完呢嗎？車咱們還沒看到呢。那蘇老闆，咱們現在去提車對吧？我開過去。提車？你不是已經在車上了嗎？蘇老闆，
你的意思是这台面包车就是我的战车？对啊，10万塊，你还想要什麼自行車啊？但是你別看外面破，你開試試。就我這手藝，絕對讓你開得舒服。10萬，合着就把我的錢造了。這動靜比我老舅那台拉菜的面包車還大。蘇老闆，咱們已經跑了這麼久了，跟剛發動的時候好像也沒什麼區別。再開開嘛。奔哥，說實話，這車跟我老舅那台拉菜的面包車一模一樣，動力、聲音、抖動頻率，連那個黑煙的顏色都一樣。咱們現在掉頭還來得及。我跟你說，錢的事。等會兒的，你讓我專心開車。晴天，你剛才感覺到了沒有？感覺到什麼？剛才我輕踩了一下油門，車往前推的那一下，一台面包車不該有那麼快的響應。還有這底盤，有嗎？蘇老闆，這車確實有點東西，但是這點東西跟納奇維卡斯之間還差得太遠了。納奇維卡斯是山路，彎道一個接一個，坡度大，路面複雜。就剛才那點感覺，上了賽道夠幹什麼的？奔哥說的對，蘇老闆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剛才奔哥說的那幾下，我確實沒太感覺到。這車要是上了納奇維卡斯，別說超車了，能不能跑完全程都是個問題啊！奔哥，咱們現在給錢德勝打個電話還來得及。系統，怎麼好像沒有你說的那麼牛逼啊？剛才奔哥踩油門那幾下，我自己都沒感覺到什麼推背感啊。本車所有改裝均針對納奇維卡斯賽道優化，普通路面無法觸發完整性能。好家伙，你就是這個意思是吧？行，老子信你了。好賴也是個系統，你總不能坑我吧？奔哥、晴天，你們說的都沒錯，剛才這點東西確實不夠看。但是這台車從頭到尾就不是為了在這種路上跑的，它是專門為納奇維卡斯生的。你們剛才感覺到的那一點點東西，在這裡只是皮毛，上了賽道它才會真正醒過來。蘇兄弟啊，事已至此，咱們也不管你要錢，你就別安慰我們了。放心，比賽那天你們自己看。奔哥，你別告訴我你真信了，就算他說的是真的，你能想象咱們開這玩意兒進賽場的畫面嗎？幾百萬人在線看直播，全世界的賽車媒体，咱們開着一台锈跡斑斑的面包車，排氣管突突突冒黑煙，我都替你的墨鏡尷尬。晴天，你還記不記得當年我拿納奇維卡斯冠軍的時候開的是什麼車？一台沒人要的二手車，你花了全部身家買回來，自己改。所有人都笑話你，說李奔這個人開一台破車也配來跑納奇維卡斯。對，所以現在跟當年有什麼區別？管他是面包車還是拖拉機，反正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話。与其弃赛被人笑，不如跑一场被人笑。至少跑了還有翻盘的可能，不跑就永遠是笑话。奔哥，你真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来都来了。蘇老闆，這車我開了，幹了。我跟你們說，我是被綁上賊船的啊！那個穿工裝的是誰？怎麼坐到車手座上了？聽說是李奔的贊助商，贊助商穿工裝，笑死！這是從哪兒來的猴子？李奔真是瘋了，這種人都來了。哎，西巴，那個叫什麼鋒芒車隊的，我先說一句，今天是車手、領航員、機械師的發布會，贊助商不能坐在這裡。你連這個規矩都不懂，還是說你買不起西裝，所以假裝自己是機械師？我同時也是機械師，有問題。你機械師？各位，我給大家念念。這個蘇風的修理鋪主營業務是修微波爐、變冰箱、洗衣機。好評是小伙子修東西挺快，差評是修完微波爐轉起來有怪聲。你這種貨色也敢說自己改賽車？你們龍國人是不是覺得會修微波爐就會改賽車？各位，如果家裡面有微波爐壞了，倒是可以找找他。2顆星怎麼了？你那300多萬的賽車，評價幾顆星？要不要我也給你曬個單？你那破修理鋪連個舉升機都沒有吧？改賽車，你拿什麼改？用扳手和錘子？還是用你修微波爐的螺絲刀？我們已經研究過了，你那修理鋪連台像樣的車都沒停過，全是報廢的冰箱和洗衣機。你告訴我，你是不是打算用冰箱配件給李奔湊一台賽車车？用什麼改不重要，能跑就行。你那幾百萬的賽車，要不要到時候跟我的螺絲刀比划比划？比划？你配吗？你們龙國人就是这樣，什麼都湊合，什麼都糊弄。賽車是講究精密機械的運動，不是你們菜市場裡拼湊的雜貨攤。精密機械？你說的那麼好聽，去年怎麼不是這些？精密機械怎麼跑不過錢德生的中國？是不是你的精密機械太精密了？
精密到连終點都跑不到。我告訴你，這一次的精密機械會讓你知道什麼叫真正的中國製造。蘇先生，我從數據角度告訴你，你的車隊歷史戰績為0，你的賽車技術參數為0，你的團隊人數為1。在所有參賽隊伍的賽前評估中，你們排名墊底。簡單的說，你們可以不來。你们日本人分析数据的时候有没有分析过自己？上一届纳奇维卡斯，你的变速箱在山路上烧了，退赛；上上一届你的涡轮在第3个赛团爆了，退赛。你们分析来分析去，自己的车都跑不全程。如果你们需要，我倒是可以帮你们看看，当然收费。八哥，你这是在侮辱我的技术团队！我说的都是你们自己的退赛记录，数据不会说谎，这不是你们最爱说的话吗？怎么，说別人的时候理直氣壯，輪到自己就受不了？行了，說那麼多沒用，你一個開修理鋪的廢物，憑什麼在這裡叫囂？憑你那台10萬塊改出來的破爛，還是憑你身上這件從地攤上買來的破工裝？憑他的記錄，憑我的手藝，納奇維查斯的賽道記錄保持者。哼，賽道記錄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兒了，我勸你睜開眼睛看看現在。現在站在你面前是全世界最頂尖的車手，開着全世界最頂尖的賽車。你和李奔，一個修微波爐的廢物加一個酒駕被禁賽的廢物，你告訴我你們憑什麼？你一個連這賽道都沒跑過的新人站在這裡說別人是廢物。你們美國人不是最愛說用實力說話嗎？你的實力呢？先跑完全程再說。我的實力，我的賽車造價320萬，我的團隊有15個人。你有什麼？你有一把扳手和一台微波爐。我有手藝。你那15個人的團隊拆了你們的車，裝得回去嗎？蘇先生，你嘴皮子確實不錯，但你說的那些都是虛的。我就問你一句實實在在，你的車呢？你給李奔改的什麼車？花了多少錢？什麼配置？你敢不敢亮出來給我們看看？你管我多少錢改的？你那車多少錢改的？貴是挺貴的吧？不過你跑得過我嗎？跑得過你？你連個實車圖都不敢放，我看不是不想放，是不敢放吧？10萬塊改出來的能是什麼？怕是一台報廢廠裡撿回來的破爛吧？在印度，我們管這種東西叫垃圾山裡的寶貝。你們中國人最喜歡的不就是把一堆垃圾拼在一起，然後說這是自主研發嗎？破爛！你一個連納奇維加斯都沒跑過的新人，有什麼資格說別人的車是破爛？你們印度車手是不是都這樣？賽前吹的比誰都響，賽後發現連人帶車都在培訓溝裡。你說什麼？我說的事實。你上次參加國際拉力賽第幾名退賽來着？要不要我幫你回憶一下？你一個修微波爐的廢物，有什麼資格在這裡嘲笑這個嘲笑那個？你看看我自己身上這件破工裝穿了多久了？你那雙球鞋鞋底都快磨平了吧？你這種人在韓國連我們車隊後勤部門都進不去，你配嗎？你配坐在這裡？你們韓國人挑修理工還看出身？那你那80萬的引擎壞了找我修啊，我不嫌棄你窮，給錢就修。你再說一遍！太過分了！你一個連賽車都沒摸過的廢物，誰給你打的？你跟誰說話？跟幾個年年被龍國人壓着跑的外國車手說話。怎麼被壓了這麼多年，今年覺得換個新人就能翻盤了？你們要不要再等1年？說不定等奔哥退役了，你們才有機會。從心理學角度講，你現在的表現屬於典型的補償心理，因為你什麼都沒有，沒有技術，沒有資金，沒有團隊，所以你只能通過攻擊他人來獲得存在感。在心理學上，這叫自卑型人格。從數據角度講，你今年還是會退賽，因為你的車跑不完納奇維卡斯。在機械學上，這叫高張履高。我的車是島國最好的機械師團隊改裝的，每一個零件都經過嚴格的測試。你懂什麼叫嚴格測試嗎？就是每一個螺絲的扭矩都精確到小數點後1位。你那個修理鋪擰螺絲的時候用不用扭力把灑都不知道，那你那車怎麼還是炸了？是你的機械太嚴格，還是你們的螺絲太精確了？精確到一跑就散架？你罵人也改變不了事實，事實就是你的車隊就你一個人，你的改裝廠是個破修理鋪，你的車連個影子都沒有。你在發布會上叫得這麼歡，不就是為了給自己壯膽嗎？其實你自己也知道，你那台車根本上不了台面，所以你只能靠這張嘴來博眼球。你這是典型的自卑。自卑？我自己一個人改了一台車，我的改件全部自己動手，沒有一個零件是外包的。你們誰能做到？我再說一次，不服就賽道上見。自己動手？你當然只能自己動手了，因為沒有人願意幫你。你們龍國人自己都不信你。哼，你看看你旁邊的錢德強，他一句話都沒幫你說。你看看網上的彈幕，全龍國都在罵你，你連自己人都看不起你，你還有什麼資格站在這裡？龍國人信不信我，不用你來操心。賽道上見。彈幕罵我又怎麼？罵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幾？
這個修微波爐的廢物！你的修理鋪2顆星，我的改装厂全世界最頂尖的設備，你告訴我你拿什么跟我比？拿什么廢物？拿什么？拿他的手，拿我的車。你们花了那么多錢，請了那麼多人，造了那麼好的車，但是你們沒有一個人跑得過這條賽道上的中國人。你們說我是廢物，行，我是廢物，但這個廢物一個人改了1台車，這個廢物和他的車手會讓你們所有人在賽道上連尾燈都看不見。蘇老闆，夠了！他們4個國家的人都在罵你，彈幕也在罵你，這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嗎？奔哥，他們罵的不是我，他們罵的是你，罵的是錢德社，罵的是龍國賽車。你忍了這麼多年，今天我替你罵回去。可萬一車上不了賽道怎麼辦？你話都說出去了，到時候跑不動，咱倆就真成全世界的笑柄了。上了賽道，讓他們看尾燈。賽道上見，到時候你別跪下來求我。見，我倒要看看你那台破爛能跑幾米。跑不完就滾回你的修理鋪，繼續修微波爐。數據會說明一切。發車見。各位觀眾，歡迎來到納奇維卡澤拉利賽。今天參賽的共有來自全球的頂尖車手，熱門選手如下：米國傑克、島島佐藤、泡菜國、金俊炮、咖喱國拉傑、龍國錢德生，以及備受爭議的李奔和鋒芒車隊。杜峰，還有不到半小時發車，你的機械師團隊呢？昨天不都說了嗎？我就是團隊。你的檢測設備呢？不需要賽前數據排查嗎？我用什麼，你們會知道的。反正用不着你們操心。你的賽車呢？全世界都在問鋒芒車隊的賽車長什麼樣。放心吧。發車前會讓你看到的。我們看到鋒芒車隊批房非常簡潔，只有蘇峰一人和一個工具箱，這在納奇維卡斯拉力賽歷史上是前所未有。一個人，一個工具箱。各位，在納奇維加斯見過這種場面嗎？一台賽車，一支車隊就一個人。你是在開玩笑嗎？龍國廢物！你可真是你們國家的恥辱。龍國機械師都這樣，靠冥想檢測賽車。說真的，我甚至羞於跟你這樣的對手同台競線，真是垃圾。上次你在意大利站排查了400個數據點，結果正賽跑到一半還能引擎過熱。你不想跟我比，我還不想跟你們這種濤哥比。二貨。好，還在嘴硬，可以。那就讓我看看那台車到底長什麼樣，到現在還蓋着車衣，哈哈哈哈，是不是太破了不敢見人？哈哈哈哈，就你們那點錢改出來的能是什麼？用垃圾拼出來的是吧？在印度窮人改裝車，起碼人家還敢開出門，你是不是比印度窮人還窮？哈哈哈哈，讓我看看，畢竟你們不是天天喊着中國製造嗎？來啊，讓全世界開開眼，看看你們中國人的賽車技術，看看這神車，我太期待了，我昨晚興奮的睡不着覺，就等着呢。各位觀眾，距離發車還有不到20分鐘，李奔的賽車至今仍未亮相，這在納奇維卡斯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情況。4國車手全部聚集風，差不多了，反正早晚都得見人。行。麵包車，一台貼着實習貼紙的麵包車，你們看到沒有？哈哈哈哈！麵包車，實習貼紙還在。你告訴我，你們龍國人是不是在拍搞笑節目？這是對賽車藝術的侮辱！組委會為什麼不取消這群小丑資格？哈哈哈哈！實習貼後視鏡用膠帶纏着，這輪胎紋都快磨平了，也叫輪胎。你們龍國人就喜歡把垃圾拼一起，說是自主研發，拼一堆垃圾叫賽車。哈哈哈哈！各位，我來做個賽前評估，車身強度0，馬力不超100匹，這就是你們龍國人的賽車，這就是你吹的不止10萬，廢物！實習貼還是上頭款，去送豆腐吧，丟龍國賽車的臉，廢物！趕緊退賽，少丟人！是一台麵包車，無常規改裝，歷史絕無僅有。煮一箱機油1公里都跑不完，風阻像磚頭，輪胎不合格，比咖喱國的車還破，去送外賣吧！你們看見了嗎？一台麵包車，我們研究了這麼久，分析了這麼久的技術數據，結果我們的對手是一台麵包車，一台貼着實習貼紙的麵包車。來來來，都過來看看，別緊張，我們的對手是一台麵包車，一台貼着實習的麵包車。早知道我們在米國租一台麵包車運過來就行了，還省了那300萬。李奔，我以為你只是缺錢，沒想到你甘願為了熱度墮落到這種程度。
你现在退赛，我還能當你是當年那個驕傲的冠軍。錢德勝都無語了，李奔，你以前是冠軍啊，你現在開麵包車，你不覺得對不起自己嗎？錢德勝都看不下去了。蘇峰，你還笑？你笑什麼？你的車也配叫賽車？我很期待你的破車能跑幾個彎道。你們臭修無微波爐的就應該滾回去修你的微波爐。你花了300萬造了一台車，我花了10萬也造了一台車。既然我通過了安全檢測，那就證明我的車沒問題。賽道上的輸贏不看好看，看誰先到終點。我的車要是先到，你怎麼辦？你繼續花錢。先到終點？你瘋了吧？你是不是還沒睡醒？你這台破麵包車能跑完全程，我金俊浩當眾給你鞠躬。他要是跑進前10，我把我的賽車吃了。別說了，人家蘇老闆覺得自己是天才機械師呢。發布會上一句比一句狂，一台麵包車就敢叫板我們所有人呢。說實話，我都有點佩服他的勇氣了，愚蠢的勇氣。這不就龍國人最擅長的東西嗎？行了，都在廢話什麼呢？我說過了，不服就在賽道上見，在這裡逼逼有什麼意義嗎？好，你接着嘴硬，龍國人就是無可救藥了，你根本就不該在這條賽道上，你的車也不該在。無知又無能的龍國人，在這種級別的比賽上，你是真打算跟你的麵包車一起丟光你們國家的臉面？你們煩不煩啊？比賽都他媽的沒開始呢，一個個就提前開香檳了。我說過了，你要是覺得我的車是垃圾，大可以上去試試。好，賽道上見，我從現在開始計時，看看你這台麵包車到底能撐多久。蘇峰，你應該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，世界上最不要臉的機械師，世界上最破的賽車。現在就等着我大島國好好羞辱你吧！世界上最不要臉的機械師，笑死我了！岛國人說話真他媽狠，這不是挺能說的嗎？被罵成這樣了還站着，他居然還在笑，這人臉皮是鐵打的嗎？都這樣了還笑，要臉就能紅，管他是不是罵名，紅了就行，有流量就行。可惜龍國賽車就是被這種人搞臭的。蘇老闆，我跟你說實話，我現在退出還來得及嗎？我可以裝暈，往地上一躺，說中暑了，反正丟人也不是丟我的人。我是領航員，大家只會笑奔哥。晴天，我告訴你啊，你少來這套。奔哥，你沒看彈幕全龍國都在罵咱們丟人、博眼球、恥辱、惡心，還有更難聽的。咱們真要開着這台破麵包上賽道？你看看周圍，米國隊15個人，島國隊20個人，泡菜國隊30個人，咱們有什麼？一台麵包車還是一個麵包車？事已至此，試試看吧，反正臉已經丟了，不如跑一圈再丟，至少跑過不算白來。奔哥，上車。發動了，拖拉機發動了，這黑煙比我老家燒煤還濃。救護車準備好了嗎？這破車感覺隨時會自燃，排氣管都冒黑煙了，還跑什麼？這是賽車還是拖拉機？我們聽到李奔的賽車已經發動了。從聲音來看，這台車的發動機似乎和傳統賽車不太一樣。從排氣管的煙霧來看，應該是冷車狀態的正常現象。我們希望是正常現象。社交媒體上的觀眾反應非常熱烈，幾乎所有話題都集中在李奔的這台麵包車上。我賭他跑不完第一個賽段，500塊，第一個彎道就不錯了，還第一個賽段，我更500。這也太樂觀了。我賭他發車就熄火，我賭他發車都不一定能準時到發車格，變速箱可能半路就廢了。你們聽那個發動機的聲音，那叫內燃機災難現場。不過也好，全世界都看到了龍國賽車的真實水準。別管他們，按我們之前說的，先熱着，前半程不爭，中段發力。我的車加上你的右腳，比他們所有人都強，靠這一點就行。行，希望你沒忽悠我。發車，傑克起步完美，佐藤緊隨其後，金俊托從外線切入，第一軍團已經開始加速。我們看看後方，李奔的麵包車起步稍慢，目前排在最後一位，正在努力追趕前方車手。稍慢嗎？那是根本沒動，笑死！這突突突的聲音跟放屁一樣，這他媽叫起步失敗。沒關係，我先讓你們10分鐘，我就想看看你們一會兒還能不能笑出來。蘇老闆，我現在是最後一名，倒數第一，跟前面那台印度車的距離大概有……算了，我已經看不到他的尾燈了。別急，我說過了，這車絕對不會讓你失望。接着開，等着。奔哥，我們是不是破了納奇維卡斯的記錄？發車10秒，連前車的尾燈都看不見了。這記錄估計能保持100年。你閉嘴！我是兩行人，我的職責就是告訴你路況。現在路況是前面一條路空蕩蕩的，一台車都沒有，你隨便開。我讓你報路手，不是讓你報心理創傷啊，喂！錢德勝開始發力了，在第3彎他走了一條非常激進的線路，超越了印度車隊的2號車。現在他距離拉傑只有不到1秒的差距。龍國車，你們看到了嗎？錢德勝的狀態非常好，錢德勝衝啊！龍國賽車就靠你了。那個麵包車是指望不上。錢德勝加油，這才是龍國速度。錢德勝上來了，按計劃，我先壓他一段，你們側面配合，讓他在彎道裡多耗點胎，後半程他就沒戲了。還有那個麵包車現在在哪兒？面包車目前在最後一位，距離你大約1分40秒，速度很慢。
平均圈速比正常赛车慢了1倍以上，对你構不成任何威胁。1分40秒，我撒泡尿再上车，他都追不上来。不错，泡菜国小子，是成了基尼一大功。动手！这泡菜国人是故意的，他在压钱德胜，这不叫比赛，这叫恶意阻挡。我靠！裁判呢？裁判眼瞎了吗？为什么不吹？国际赛车就这样，明着恶心人。这帮膀子都特他妈的多少年了，还是这么不要脸。钱德胜，你的队友呢？那个面包车怎么不来救你？哦，我忘了，他可能还在起跑线上热车呢。这帮人真的是故意的，岛国人和泡菜国人联手的，还有咖喱国人也在帮忙。这就是他们说的研究了钱德3年，研究了3年就是想出这种恶心招数，太卑鄙了！裁判真的不管吗？完了，这他妈的就是让人家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啊！就没人能管吗？这个苏峰还有李奔，板上钉钉的，就是来恶心人的。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串通好了，一起来恶心人的。我看到钱德雄目前陷入了困境，林俊浩在前方不断变换上库，拉杰在他身后紧追不舍，佐藤在侧翼随时准备切入，他在多个方向同时受到压力，赛车线被完全封死。嘿，泡菜国小子，那个面包车现在在哪儿？我后视镜里看不到他，他退赛了吗？没退赛，他在2分40秒后面。2分40秒，我跑比赛这么久，第一次遇到1分40秒的差距。哈哈哈！你们猜他现在在干什么？我估计他现在应该到停车区买汉堡了。哈哈哈哈！龙国面包车配煎饼谷子还挺搭的。奔哥，别管他们说什么，按我的节奏来。还在爬，刚过1/3，还不够，继续热，别急。哈哈哈！龙国小子还在等什么呢？等你的那破面包车长出翅膀来，还在等奇迹。龙国人反正就是最喜欢等奇迹了。奇迹？那台面包车跑完就是奇迹了，还想追上来？他可能还在第1赛段的直道上。这个速度是认真的吗？跑完全程要不要1整天？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在用脚踩油门？这种对手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我们同台竞争。耻辱！哼，那你们自己的恶意组队呢？回答我，你们的恶意组队算不算是耻辱？一群垃圾！还在嘴硬吗？好，继续。我倒是想要看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岛国技师说的对，这场比赛根本就不该让面包车参加。妈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就是海鲜丢脸丢的不够多吗？闭嘴吧，一点本事都没有，只会吹牛逼。咱们国家的赛车怎么会有你这樣的敗類？惡心！我支持取消李奔的參賽資格，讓他滾回去送外賣。比完賽都天黑了，賽道上還得給他開大燈。我們看到李奔的面包車目前仍然在最後一位，從前幾個關道的表現來看，這台車的過彎速度確實比較慢。有觀眾在社交體上開玩笑，這可能是納奇維卡斯歷史上第一台觀光型賽車，以感受賽道風景為主的參賽方式。當然，這只是網友的玩笑。李奔真是來旅遊的啊！那個蘇峰呢？不是說無敵嗎？哈哈哈，這他媽叫無敵，這叫烏龜！蘇老闆，我的走線沒有任何問題，每一個彎道我都卡在最點上，但出彎速度就是上不來。引擎沒有力氣，推不動。我知道你的走線比他們所有人都乾淨，但引擎溫度沒到。動力輸出被限制了一部分，再堅持一會兒，它熱透了，就能感受到區別了。蘇老闆，你說的一會兒是多久？我們已經跑了快半個賽段了，前面的車已經要跑完了。我們連第一集團的車尾燈都看不見，咱們現在棄賽道歉還來得及嗎？棄賽？這都什麼時候了，還想着棄賽呢？放心吧，機會很快就來了。媽的！漂亮，衝出來了！媽的，這都能衝出來，這才是真正的車手，靠實力說話，靠智商，不是靠耍陰招。龍國的驕傲。我一想到那台面包車居然也在場上，我他媽的就覺得惡心。還在鎮家嗎？那些要是能跑完，我把我帽子吃了。我本來還幫他們說話，現在我真覺得自己眼瞎了。媽的，這李奔為了紅臉都不要了。他們今天根本就不打算跟我比速度，就是想把我拖垮。我的輪胎已經開始抖了，再這麼下去，後半程根本撐不住。收到了，前3名現在在什麼位置？傑克第1，佐藤第2，金俊浩第3，他後面是我，拉傑在我後面咬得很緊。這幫孫子他們根本不是來比賽的，他們是來惡心人的。龍國賽車真的就靠他一個人了，李奔那面包車呢，還在後面突突突呢。指望他，還不如指望裁判突然開眼。錢德勝要是輸了，這幫人就徹底得逞。各位，錢德勝的輪胎快不行了，我看到他的車身開始抖了。誰加把勁兒，再耗他幾圈，後半程他就等着爆胎退賽吧。後方的數據顯示，我們的香檳喝完了，他可能還沒過終點線。哦，不對，他油箱裡的油夠不夠跑完全程都是問題。你們有沒有提前準備拖車？哈哈哈！佐藤你太損了，
不过说真的，要是面包车半路没油了，停在路边，那奇维卡斯就又多了一个经典画面：一台面包车停在赛道上，司机蹲在路边等拖车，领航员在后座偷偷打電話叫滴滴，滴滴。龙国面包车，加油，慢慢開，安全第一。畢竟你們就這點水平。這就是那個發布會上吹守護華夏榮光的家伙，就這，笑死我了，原來是馬戲團的。龍國人最擅長的就是這種愚蠢的勇敢，用面包車挑戰法拉利，精神可嘉，智商堪憂。這台面包車跟我們咖喱國的突突車有得一稱，龍國人是不是把我們的技術偷過去了？建議調查一下。蘇老闆，到底行不行啊？我現在是全世界的笑話了。笑話。核心性能引就緒。現在你已經不是笑話，去，讓全世界顫抖吧！坤哥，車熱好了，油門踩到底。收到，反正哥們兒也沒有臉可以丟了。來吧，直接開幹！你說什麼？車熱好了？原來你那個破毛包車還要熱車啊！廢物！你那毛包車踩穿油箱也追不上，你以為你是舒馬赫？笑，接着笑，一會兒你第一個哭。追？你拿什麼追？你那破車連100匹都沒有，輪胎是磨平的，排氣管是鏽穿的，後視鏡是膠帶纏的。你落後了1個世紀，你還想追？你們龍國人管這叫賽車，這叫馬戲團。你和李奔就是兩個小丑。你的右後避震漏油了，回去看看。連自己車都看不明白的廢物，別在我面前叫喊。蘇峰，雜騰選手讓我轉告你，你的麵包車就是一堆行走的廢鐵。龍國人只會抄襲，只會拼湊，你們的車、你們的零件全都是垃圾。今天這場比賽就是最好的證明，龍國人永遠造不出好賽車。抄襲？你們的變速箱上一屆燒了，上上屆就渦輪爆，跑不完的破車也配談技術？自己先跑完全程再說吧，廢物！我是那隻螳螂，你們就是被螳螂碾過去的車。蘇峰，落後這麼多還想追？你是不是修微波爐修傻了，腦子也轉成微波了？等着吧。你的車連我的尾燈都看不見。尾燈？哈哈哈！你的尾燈還在小起跑線上突突突呢！我聽見了嗎？他說要超我們的車。今天是什麼日子？愚人節嗎？倒數第一已經是他的最好成績了。這是納奇維卡斯給龍國車手留的最後一點面子。倒數第一，行，記住你這句話。你要是能超我，我當場把這個方向盤吃了。等會兒老子的車上來的時候，你他媽的可別哭。蘇峰，李奔，你們兩個王八蛋還是在那裡吹牛？看什麼？看你媽的面包車怎麼爬完全場嗎？我們坐在這兒為全世界笑，旁邊的老外全在笑我們。我他媽大老遠飛過來就為了看一台破面包車，你們還要不要臉？李奔，你以前是冠軍，你現在開面包跑車丟人，你對得起你以前的獎杯嗎？你對得起龍國賽車嗎？退賽，趕緊退賽！現在退賽還能少丟點人？我他媽在網上幫你們說過話，現在想想真是傻逼，這種人根本不值得支持。你們就是想紅，想瘋了吧？田德勝在前面拼命，你們在幹什麼？在賽道上兜風，一個彎一個彎慢慢爬，你們不慚愧嗎？2台龍國車，一台在拼命，一台在丟人。中國人，你們的麵包車熱好了，要起飛了！修理工說要守護華夏榮光，發布會多威風，現在臉疼不疼？我從德國飛來，德系技術全球第一。賽程進入最後階段，傑克領鰲，薩騰緊隨其後，競爭激烈，二人纏鬥。錢德勒多次嘗試超車，軍備骯髒，防守逼隨，中國車手有太難了。李奔的面包車仍處在最後一位。等一下，查看實時圈速數據，不對，圈速每秒都在暴漲，直到尾速超越多台賽車，面包車化身賽道猛獸。面包車，你確定他將要追上全部對手？說完速度快到我看花眼。這根本不是面包車，是超跑！見證賽道歷史奇蹟！我去啊，蘇老闆，這推背感，這加速，這不是面包車，這是戰鬥機，這是火箭！剛才彎道出彎速度又快了，又快了！比剛才又快了，我們比那些超跑還快，我們正在追回時間，讓他們笑話我們，讓他們看不起面包車，讓他們說我們是廢物，現在讓他們看看誰是廢物。
钱德胜不行了，他的轮胎已经没了。振东，领主啊！现在全中国的赛车都指望着你了，不能让他们得逞啊！我怎么顶啊？这帮人全都是商量好了来的，我得同时应付他们所有人。钱德胜解决了，钱德胜搞定了。各位，按计划来，今天的冠军是我的。中国赛车唯一的独苗被我们拔了，他们没人了，徹底沒人了。您就放心衝。錢德勝被徹底鎖死了，他的輪胎已經不行了。媽的，台灣到底在幹什麼？是眼睛瞎嗎？這幫畜生聯手把他擠下去的，這是明目張膽的圍剿。我們唯一的獨苗沒了。結束了，中國人完了。錢德勝被鎖死了，他們那個麵包車呢？還在後面爬呢，挺好。一個在前面被人按着打，一個在後面慢慢爬。中國隊今天是全軍覆沒，全軍覆沒。蘇峰，看到了嗎？守護華夏榮光，現在榮光在哪兒？在哪兒？蘇峰，你他媽不是說你的車無敵嗎？錢德勝被做掉了，你到底是不是在拿車隊的臉面給自己博流量？你說話呀！說完了，你們是不是忘了件事？忘了什麼事？忘了你那台破面包車還最後面爬嗎？你們要不要先看看？你們看後面那台面包車，他在追，他追上來了，他的速度那不是面包車的速度，他在飛，他真的在飛。我操，這推背感，這他媽是面包車，這是戰鬥機，這是火箭。感覺到了，蘇老闆，這車活了，他活了不是熱好了，是他媽醒了，徹底醒了。峰哥，現在你知道什麼叫無敵了嗎？他不是應該在最後邊爬嗎？他怎麼上來的？他的圈速是全場最快。那個位置全是沙石，他怎麼敢？這輛車他的速度比我快。電車，他在直道上推我了，他的馬力絕對不止160。各位觀眾，如果你們剛打開電視，請把手機放下，把家人叫過來，因為你們即將看到納奇維卡斯歷史上最不可思議的一幕。那台面包車尾速已經是全場第3，我現在是第2了，不是全場第2，是他媽的全場第一。我剛才查了數據，它不是慢慢變快的，而是從某一個點開始突然爆發，像一顆炸彈，一個被全世界嘲諷到極限之後終於爆炸的炸彈。你們聽我說完。這台面包車的馬力數據、扭矩曲線，所有的改裝參數，我們解說台這裡查不到任何資料。他的機械師蘇峰一個人改了一台車，沒有團隊，沒有電腦，只有一個工具箱。他給這台車裝了什麼？他到底給這台車裝了什麼？他把核反應堆塞進去了嗎？你看，那是我們的車，我們的面包車在超車，他在一個一個超。剛才誰說他是笑話的？誰說他們說能追回來？他們真的能追回來？我不配看這場比賽，他們才是對的，我才是傻逼。衝啊，李奔！衝啊，面包車！李奔，你要是能追到第一，我他媽給你磕頭！李奔，你以前是冠軍，你永遠都是冠軍。你沒有丟人，你是我們的臉面，你是我們賽事的臉面。這不可能，一台面包車，這怎麼可能？瘋了，什麼情況？我看了20年賽車，沒見過這種速度。這台面包車是那個修微波爐的人改的，他一個人在修車鋪裡彎手改了一台面包車，我們這麼多專業團隊竟然跑不過。那台面包車，它的圈速是全場第一，它的直道尾速比你還快一截，已經超了你快10台了。你再不拉開距離，它就會追上你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它了，它在我後視鏡裡，它越來越近了。它怎麼上來的？你告訴我，它怎麼上來的？你不是說那台面包車跑不完第1公里嗎？給我解釋清楚。我解釋不了，他的車不符合已知的改裝邏輯，他的馬力數從沒在這個級別的賽車場上看到過這種數據，我全看懂，我看不懂，完全看不懂。看不懂就對了，我改的車，你們看得懂才奇怪。你們30個人的團隊，連我1個人的工具箱都跑不過，還有叫機械師？這是什麼改裝邏輯？這是瘋子！這種改裝方案根本不可能存在，這不是人能做到的。來吧，我的車它醒了，
你们谁拦得住？你们是自己退，还是被他超？他追上来了，他追上了第一集团的末尾，拉杰就在他前面。2台车在直道上越来越近，面包车的尾速碾压拉杰，拉杰在防守，他封堵了内线。他超了我，那台面包车超了我，他用外线过我，我封了内线，他走外线，外線全是沙石，他怎麼敢踩全油？大頭，你們攔住他，不能讓他過去，快攔住他，我們不能再失去一個位置了。可惡，我根本沒辦法。來，還玩陰的嗎？現在全被李邦贏回來了。傑克超了，傑克就是冠軍，還剩最後一個。來喊啊，繼續喊啊！你們不是很厲害嗎？傑克，面包車在你後面，他追上來了。閉嘴！我知道，我看到了，他馬上要咬傷我了。他到底有多少馬力？他的車為什麼沒有衰減？說我們只配洗車，你說我們收你收費來着？你說李奔是連賽道都沒跑明白的業餘車手，以後應該加一條新規，禁止面包車參賽，因為你們這些幾百萬的賽車跑不過面包車。在全世界面前這樣羞辱一個國家隊的主賽車手，你會後悔的。說到羞辱，那還是你先動手，老子只是還回來。奔哥前面就是冠軍，讓全世界看清楚龍國速度是什麼樣子。冠軍！一輛面包車居然獲得了冠軍，不可思議，不可思議！一台貼着實習貼紙的面包車，超越了所有不可能超越的對手，這是納奇維卡斯歷史上最偉大的冠軍！奔哥，冠軍！誰還敢說領航員？你是冠軍車手，蘇老闆是冠軍機械師，我們是全宇宙最牛逼的面包車！雖然李奔駕駛技術是世界級的，但世界的駕駛技術追不回這麼多的時間。這是機械工程的勝利，這台面包的性能參數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所有人的認知。這是一台披着面包車外殼的怪物。我說了，守護龍國榮光，我輩義不容辭。服不服？我的車還沒跑夠，來繼續。我們要求對這台面包車進行全面拆檢，發動機、變速箱、懸掛系統、燃油系統、ECU， 每一個零件都要查，每一個數據都要核，這是作弊，這是明晃晃的作弊。我們的技師已經做了完整的賽後分析，你們看這個，他在發車時的尾速比我們低得多，熱車階段之後，他的尾速一直在攀升。我們已經向組委會提交了正式抗議文書，我們要求對面包車的全部有改裝零件進行溯源檢查，如果發現任何一個不符合賽規，哪怕是一顆螺絲，面包車必須取消，李奔必禁賽，永遠禁止參加國際賽車賽事。這是賽車運動的底線，這根本就不科學，這根本就不可能。好，你們這一群人還要點臉了。剛才你們惡意組隊的時候，剛才你們聯合起來惡心我們車隊的時候，你們怎麼不說弊了？對，臭不要臉！你們這幫人去把人叫去，是找不到一點體育精神，不要臉！現在輸了反而倒打一耙，說我作弊。哼，現在說這些還有什麼用？我看應該就是你根本不敢吧。來查，你們那一大幫子人查一台面包車，應該要不了多久吧？那趕緊的，別磨嘰。開始檢測。所有零件符合賽規，發動機排量合規，燃油系統未有違規改裝 ，ECU 程序未有任何禁用代碼，懸掛系統合規。本次比賽成績有效。不可能！為啥？他的尾速數據不可能正常，他的圈速曲線不可能正常，我不信！我不信！所有重點核查項目均已檢查完畢，可申請第三方檢測，費用自費。本次成績有效。哈哈哈哈！查完了，成績有效。剛才誰說作弊的？誰說要取消成績的？組委會親口告訴你們，合格合法，冠軍拿下。查不明白是你們自己水平不行，他只是運氣好，下一站不可能再贏。下一站，今天我們站在這兒，明年我們還會站在這兒，這之後的每一年我們都會站在這兒，你們慢慢習慣。不可能，這裡面肯定有貓膩。面包車跑來賽，誰信？不服啊！不服受着。他的車一定有問題，哪款發動機能做到這性能？全世界都沒有，肯定是審查出問題了。我要求複檢，他的車絕對有問題。你們不懂就對了，我改的發動機，你們要是看得明白，我還混什麼？你太狂了！別以為今天查不出來就沒事了，我們會一直盯着你。這台車肯定有秘密，遲早會被我們發現。行，歡迎下次來我修理鋪做客，順便照顧生意。我修微波爐也修賽車，收費公道。
車檢所有零件合規，你有什么想对那4个车队说的？没什么好说的，他们查也查了，拆也拆了，检测费自费，欢迎下次继续申诉。苏峰，红马刚公开表态，他们愿意给你顶级机械師合約，年薪和首席設計師同級。蝶翼、波子、紅標能量全都邀請你，你考慮加盟嗎？年薪你開價。蘇先生，我們技術總監剛親自來電，後天有菲亞寧國專機，點頭就能簽約。年薪3000萬歐元起，上不封頂，你是我們要的最強機械師。波子從不輕易開年薪任寫條件，董事會以全票通過。我們對你的空氣動力學改裝非常感興趣，面包車過彎姿態堪稱教科書，加入我們，下賽季鎖定總冠軍。停，一個一個說。我們先來的條件你隨便提，年薪、股份、實驗室團隊，要什麼給什麼。我要回去修微波爐，你認真的？我從不開玩笑，我不愛讓人使喚，自己改自己的車，想改什麼改什麼，想修什麼修什麼。你們年薪數字挺大，但我不稀罕，這車是我自己改的，贏了就是贏了，你們家再多零也改不出第二輛。你有這技術，待在修理鋪是暴殄天物，給我們機會，你一人就能改變賽車界。行了，我這人散兵游泳慣了，上班我不習慣。蘇老闆，不去紅馬波子，年薪天文數字，你不接？修微波爐能掙幾個錢？你修微波爐一天掙多少？修得好，大媽還給你介紹對象。開紅馬能有這待遇？我退役就陪你修微波爐，我也去。我被綁上賊船就不下了。恭喜宿主完成納奇威卡斯冠軍成就，獲得維修值500千，維修值可兌換高級改裝方案、稀有材料、尖端設備。檢測到宿主首次獲得6位數修旅值，商城解鎖軍用級改裝方案專區。50萬，軍用級改裝方案，我終於不用修微波爐了，能進軍軍火切了。軍用級改裝方案需消耗維修值兌換，解鎖高階方案需通改裝任務積累更多維修值。行，50萬先存着，改天玩大的再花。請問是蘇峰蘇先生嗎？是我啊，什麼壞了我都能修，不過今天暫時不接單，太累了。我們在納奇威卡斯看了你的比賽，面包車的性能表現，尤其是後半程的熱衰減數據和加速曲線，我們工程團隊反覆分析好幾遍，結論是這已經不是賽車級別的東西了。雲翼科技今年要參加國際防務航展，有一個軍用概念車參展項目，我們需要一個能突破常規的改裝團隊。我們研發團隊做了大半年方案，但說實話，跟國外同類產品相比，差距還是比較明顯。我們看過你面包車賽後的 ECU 數據和加速曲線，說實話，我們也沒看懂它為什麼後半程不衰減。這就是我們來找你的原因。軍用概念車？對，我們拿到了航展展示名額，但目前還沒有足夠亮眼的產品。如果你願意加入，我們給你獨立改裝車間，預算和材料全力保障，放開手腳幹。航展，行，這活我接了。不過我提前說好，我改東西從來不按常理出牌，最後給你們的東西是什麼，我保證不了。那就這麼定了。系統，軍用概念車能改嗎？一切機械造物均可改裝。整！老子可是有系統的人，軍火，這下老子發達了。這熱度是蹭得飛快啊！我怎麼覺得不對勁啊？會不會這事情從頭到尾都是雲翼在搞節目效果啊？啊，雲翼瘋了，找一個修車的去搞軍用裝備。面包車跑得快跟軍用概念車有半毛錢關係嗎？這跨度比我從床上到健身房還大。雲翼是不是看人家拿了冠軍眼紅了，趕緊蹭熱度？也不是這麼蹭的啊！冷知識，軍用車輛要考慮裝甲防護、武器集成、電磁工容、三防系統等等一大堆東西，不是一個修車的能搞定的。雲翼這波純屬營銷噱頭。你們懂個屁！蘇峰能把面包車改成超跑，憑啥不能改軍車？他的技術你們見過嗎？納奇維卡斯車檢拆了8個多小時，查出啥了？就是那幫外國技師拆完車臉都綠了，4個國家的團隊圍着面包車轉，愣是沒找到任何違規零件。中國人讓一個修微波爐的去改軍車，下一步是不是讓修空調的去造導彈？中國軍工靠修微波爐的，雲翼是來搞笑的吧？中國民企豪賭網紅機械師，面包車之後是軍車。雲翼科技請一位沒有任何防務背景的機械師主導軍用項目，暴露了其技術儲備的匱乏。我們大半年的方案，說推翻就推翻，
蘇峰就是個修家電的修理鋪老闆，賽車和防務裝備完全是兩碼事。讓他一人主導航展項目風險太大了。去年我們無人機口碑很好，今年繼續深溝就行。軍用車輛投入大，效果差，現在找網紅機械師更離譜，萬一翻車，股價、軍方項目經費都要受影響。全網都罵我們病急亂投醫。合作伙伴也来質疑，說我們蹭熱度，這種負面輿論對品牌傷害太大。面包車车检，发动机、变速箱、ECU 全拆，4國技術代表在場，沒查出任何違規。我們團隊大半年沒做到的，他做到了。這種打破常規的人，正是我們需要的。放手讓他做，所有資源全力保障。出了任何問題，你記住今天說的話。散會。蘇先生，我的董事會把你保下来了，外界輿論全在罵我們瘋了。你說實話，能做出讓所有人閉嘴的東西嗎？你信不信我？信，不信我不會拿自己職位替你擔保。那就行了。溫進度3個字，正在弄。要不要給你安排實驗室設備工程師？算了吧，我用不慣實驗室，高手都不用那套。我一個人一間車間幾台底盤夠了。你確定？這是軍用裝備，不是面包車。軍用又怎樣？零件螺絲而已。軍用不會讓螺絲難擰，我心裡有數。行，我等你。系統，軍用概念車改裝方案兌換。軍用級改裝方案已生成，本次方案消耗維修值30版，剩餘維修值20版。方案載入中。系統，你讓我把一台卡車改成這玩意兒，這麼玩的嗎？上次面包車改超跑，這次卡車改，你認真的？你不是一直想玩大的嗎？怎麼了？不喜歡？喜歡這種東西，我還能不喜歡？要玩咱們就玩大的，沒話說。龍國人把軍用項目賭在網紅機械師身上，這就是龍國軍工創新現狀。死馬當活馬醫，雲逸拒絕用實驗室，無合規技術驗證。實驗室都不用，純手搓，這是軍車不是面包車，越來越像鬧劇。雲逸要被蘇峰拖下水，我信蘇峰。上次面包車被說垃圾，結果呢？信個屁！賽車改還行，軍用級別他改得出來？沒睡醒吧？都看不起我是吧？行，那就等着好了。航展那天，咱們走着瞧。这個複合裝甲參數比上一代提升至少30%，戰車國人這次下了真功夫。你們看，炮塔焊接線是完全重新設計，這次不是改型，是換代。底盤還是上一代改進版，但發動機艙明顯加大。估計換了全新動力包。去年航展被搶風頭，今年戰車國萊茵地傻是要把廠子找回來了。看着進氣道設計，全新構型，現役機型從未用。米國人6代機還是傳統布局，他們在引申和進氣效率上做了全新取捨。若概念機落地成原型機，未來空戰氣動規則將被徹底改寫。說起來，那邊雲逸科技還在掛牌子，就是那個請了面包車機械師當首席工程師的民企，毫無防務背景。也沒軍用車輛研發經驗，更離譜的是，聽說那機械師沒用實驗室，一人一間車間，沒團隊沒設備，連技術驗證都沒有。雲逸供應商說，車間動靜和正常研發完全不同，連雲逸自己人都不清楚情況，根本就是場鬧劇。蘇峰賽車領域有本事，但賽車和軍用裝備完全是兩碼事兒。賽車拼速度，軍用裝備靠升，這鴻溝不是一個人能跨過去。我更好奇雲逸這項目是怎麼通過的。副總裁簽下那個機械師時，董事會居然沒阻止。雲逸自己的研發團隊肯定慌了，大半年方案全被推翻，換個外行從零開始，一旦翻車，整個雲逸科技都得倒霉。雲逸在無人機領域確實有積累，但這裝備項目風險太高，把一個沒防務背景的人推成首席工程師，中國人做事總是不經過大腦。蘇先生，你跟我說實話，這幕布後面就是一台車，對吧？哪怕不如戰車國裝甲車，不如米國無人機，至少得讓人看出是個概念方向。只要能跑能展示，我就能扛住壓力。發布會就說是下一代概念原型，升級空間大，再申請1年研發時間，我們就能。放心吧，我蘇峰什麼時候掉過鏈子？上次納奇威卡斯賽前，誰信得過我蘇峰？還掛着布，裡面是什麼？面包車2代。
還是微波爐改的裝甲車？那机械師当初不是挺狂嗎？哼，喊着守護华夏榮光，現在榮光呢？指望一個外行在防務展翻盤。上次賽車運氣好罷了，這不是賽場。別高興太早，上次所有人都說他不行，結果呢？那是賽車，今天是防務航展。你們那個面包車機械師要是還能贏，我把這椅子吃了。到現在還捂着幕布。洛克基德、萊茵機械、韓華都拿出了下一代裝備。龍國民企真有好東西早亮出來了。聽說那機械師連實驗室都沒用，連雲逸自己人都不知道裡面是什麼，一個修微波爐的能有什麼水平？龍國人叫着神秘感。幕布一拉，他們自己先哭。能有我們1/10水準，我當場吃軍銜章。哼，蘇峰上次靠面包車火了，真以為什麼都能改？賽車和軍工差太遠，靠他一個外行就能解決？龍國人都瘋了！把賭注搭在沒防務背景的人身上，在島國，這根本就是胡鬧。賽車冠軍再厲害，也不是軍工專家。哼，純屬找死的賭博，他怎麼可能贏？哼，看到那個展位了嗎？無人機做的還行，這次壓爆網紅機械師，董事會是瘋了，把航展項目交給外行。聽說副總裁拿職位擔保 ，CEO 親自批的。戰車國裝甲車動態演示太震撼了，我們底盤是現影改的，差距太大了。幕布後到底是什麼？誰心裡有底？蘇工是不是藏了東西？哪怕給個大綱，外面記者都在問，展品对標哪國產品，我們沒法回答。蘇先生，那台卡車真的有東西，董事會我扛得住，但我要真實情況。納奇維卡斯賽前，你們也不信我面包車能奪冠吧？上次是赛車，這次是防務航展，外面都是頂尖軍事專家，能把裝備分析透徹。讓他們分析，我做事向來有十足把握。幕布後是劃時代的動詞，能讓你們徹底信服。航科展調度通知，下一個輪到我們展示，你準備好了嗎？從納奇維卡斯到現在，我什麼時候沒準備好？各位來賓，最後一件展品，龍國雲逸科技新一代軍用概念裝備。哼，一個修車的能搞出什麼名堂？我猜是防彈玻璃拖拉機，他最會把買車改成賽車了。你們閉嘴，等木木拉下你們就知道了。好啊，我們等着瞧。各位，米國的裝甲突擊車，你們說跨時代；戰車國的電驅動坦克，你們說跨時代；泡菜國的無人戰車，你們也說跨時代。跨時代這個詞，今天被用了好幾次，但那真叫跨時代嗎？裝甲厚幾厘米就是跨時代，跑塔轉得快一點就是跨時代，無人車跑幾圈就是跨時代。你們的跨時代也太廉價了，改參數就叫跨時代，換塗裝就叫全球領先。你們剛才看到的，在我這台車面前，全都不值一提。口氣不小，你這話把所有參展都得罪了。洛克希德、萊茵西、韓華，上萬人團隊，100億經費，你一個人說他們不值一提，最好想清楚，現在道歉還能保住臉面。哈哈哈，一個人一個修理鋪，想比過幾大軍工巨頭，天大的笑話，狂妄至極。航展多年，沒人敢說這種話。你不過是個修車的，怎敢如此放肆？我敢不敢，等會兒便知。我們韓華無人戰車才是科技結晶，你一輩子都追不上，說我們不值一提，你自己信嗎？所以呢，還是那個問題，你們所有技術不過是在原有基礎上疊加，有真正的創新嗎？這哥們兒，我感覺穩了，我就知道他肯定有底牌，幕布後面一定藏了大貨。我怎么感覺不對勁兒？他一個人真能做到嗎？別說話，幕布動了。你們龍國人話太多了，有本事就拿出來。有意思，就這麼迫不及待嗎？好，那就亮項目。就这，他說的跨時代就是一台破卡車。一個修車的罵完所有軍火商，就給我們看報廢卡車。龍國人當搬運工就行了，這場和你們湊不上。這就是跨時代，這破玩意兒跨什麼時代？完了，我們龍國科技也就這樣了，完蛋了。蘇先生，這就是你說的劃時代，我就看這個。媽的，他把所有軍火商罵完，就給我們看破卡車。我剛才幫他說話，現在臉都被打腫了。你剛才那麼狂，全龍國看着你，就拿這個出來。
這比納奇維卡斯還離譜，把我們臉按在地上摩擦。這就是你們的跨时代，比我爺爺還老的破卡車，排气管都快锈穿了，摆展台上我看不下去。就这那可不是一般的尴尬啊，兄弟，我无法理解。你刚才不是挺能说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赶紧闭嘴道歉，给你们龙国人留点脸面吧。龙国人永远没资格上桌，滚回家！各位，你们觉得这就是一台卡车？不然呢？宇宙飞船？别废话了，你还能把它变没了不成？你这台破卡车，拿什么跟人家的装甲车比？变没了？你小子还挺聪明。不是障眼法，不是魔術，不是全息投影，物理隱身，你的肉眼看不到，夜視翼看不到，一切光學設備都看不到，這才是真正的跨時代。切，自適應光學迷彩，我們早就在研發了，雷達一掃你照樣現形。對，這技術我們也有，不實用，雷達一照全暴露。光學迷彩我們在泛海螺就見過了。光騙眼睛？你們剛才說雷達一掃我就現形，對吧？把你們最先進的雷達都打開，全頻段掃一掃這台廢體，看看你們的雷達到底能不能掃到它。掃就掃，技術組給它掃，全方位全頻度，讓所有人看看這台破卡車有多顯眼。長官，我們所有雷達全弧度，全部空白。什麼？換最敏感的那幾套？全開了，還是空白，儀器上什麼都沒有。把便攜紅外也架起來。我們也掃不到，全頻段空白，紅外也掃不到，我們的也掃不到。所有頻段全部空白，不可能！你給它裝了什麼？全頻段吸收，這不符合物理規律。這叫等離子隱身，全頻譜吸收。你們的雷達信號打上去，根本回不去。搞不定就說搞不定，別扯什麼不可能。我不信，肯定是設備故障，世界上沒有這種技術。你們泡菜國也帶了雷達吧？來，掃掃看，掃不出來就坐下，別站着礙眼睛。真掃不到。這麼大一台卡車，肉眼看得見，雷達掃不到，這他媽是什麼鬼技術？他沒騙我們，全頻段隱身，他真的做到了。他剛才把所有人全罵了，我以為他瘋了，牛逼啊，蘇神！我就知道他肯定藏了東西，現在他說什麼我都信。這種級別的隱身技術，居然放在一台卡車上面，這家伙到底是什麼人？全頻度吸收，我們做了大半年，連邊兒都沒摸到。為什麼？說不定是作弊，肯定是國家隊出手了。你們所有雷達被他一個人干擾了，反隱身技術呢？拿出來！你肯定動了手腳，這些技術我們多少年都沒搞定。這是耍詐！你們最先進的雷達被我一把扳手改的卡車耍了。那你們的雷達也太好騙了吧？就算隱身是真的，光會躲不會打，有什麼用？隱形棺材，能量耗光就是廢鐵，不能打就滾回去。對，說到點底上了，只能躲不能打。火力呢？能打嗎？火力是吧？想看能不能打？行，那就讓你們看看。等等，去主辦方的火力展示區，那裡有標準靶標和獨立監控。你敢不敢
有什么不敢的？主办方切到大屏幕，接火力展示区的实时画面。真去了，行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打出什么花样。把区监控全开，数据实时同步，他想作弊也做不了。一台卡车能装什么武器？顶多装个遥控机枪，连靶标的皮都擦不中。靶标没问题，但你的武器呢？连炮管都没有，打算用卡车撞？哼，谁说火力一定要炮管？启动蜂群。哼，就这么点小东西，能带什么弹药？这叫火力。蜂群我们也有，小型无人机带不了重型弹药，炸个烟花吗？这种微型无人机，连我们韩华的近防系統都突破不了，廢物，毫無突破能力，碰上近防系統就是送死。哈哈哈哈哈！連續打擊，所有靶標。他做到了。上百架同时协同，每一架都在獨立修正軌跡，這不是預編程，是實時自適應協同。我們做了大半年的方案，連邊兒都沒摸到。微型蜂群，自殺式精準打擊，同一點反覆撞擊，任何裝甲單位都扛不住。所有靶標全打掉了！剛才誰說我們的車不會還手的？站出來！上百架同時攻擊，每一架都打同一個點兒，這是什麼火控系統？幾秒全部摧毀，你們的無人戰車能做到嗎？慢着，都是小型彈藥，你能打穿坦克正面嗎？碰到主戰坦克就是腦尾蛙。對，蜂群只能打輕裝甲，重裝甲呢？穿甲能力呢？果然還是廢物。我們韓華的穿甲彈能打穿1米厚複合裝甲，你這小蒼蠅能比嗎？蜂群只是開胃菜，想看硬家伙是吧？高能激光，最大功率，靶標，重裝複合裝甲。車載高能激光，激光連續照射，穿透主戰坦克及複合膛裝甲。蜂群清場穿甲，全頻段隱身，一台卡車，一個人。你的供電不可能支持這種功率，車載激光最大的瓶頸就是供電。對，你的供電系統到底是什麼？微型匯變反應堆，車上裝的，夠用，不費油。要不要再來一輪？ 우리 몇 년 뒤 너 혼자 4주 불가능하다! 你的不信，留給下一屆航展吧。這屆你們的無人戰車已經落後了。就算火力是真的，這還是地面裝備。飛機從你頭頂飛過去，你只能乾瞪眼，你能上天嗎？對，不能飛，就別說什麼跨時代。你們還真行啊！怎麼我這點小心思還全被你們看出來了？你讓他飛一個給我看看，卡車能飛？你當這裡是好萊塢？制空權你懂不懂？沒有制空權就是活靶子。你要是能飛，我當場把這台平板電腦吃了。飛起來才算跨時代。你沒跟我說過這車會飛，卡車底盤怎麼飛？從機械結構上看，卡車底盤不具備飛行能力。誰說卡車不能飛？我改過的東西什麼時候按過常理出牌？他說飛，卡車變飛機。他說能飛，我現在什麼都信。我也信。他從來沒騙過我們，卡車怎麼可能飛起來？這不符合物理學。他剛才已經把物理規律踩了一遍，萬一呢？不可能！我今天要是看到卡車飛起來，我把這椅子吃了。都想看是吧？那就飛一個給你們開開眼。
這不可能，從任何角度來說都不可能。垂直起降，悬停无摇摆，姿態控制精度幾乎零偏差，他真讓破卡車飛起來了。這種級別的技術領先我們多少年？這怎麼可能？剛才誰說我們的車只會倒車入庫的？你們的能飛嗎？我們的能！全云度隐身，蜂群，激光，垂直起航，变形飛行，一個人幹翻了全世界的軍火巨頭。他說全部不值一提，是真的不值一提。今天之後，你們那些全是古董。光飞起来不算什麼，你敢做高機动嗎？敢做戰鬥機會做的動作嗎？對，眼鏡就機動，高技滾筒，你能做嗎？離實戰還差得遠，絕對是原型機，高機動就不可能，上了天也還是廢。原型機高機動，行，全機动模式啟動。每一個單項都可以碾壓整個航空工業，怎麼可能？不列顛的航空從來沒有被人甩開過這麼大的差距，我們連被他碾壓的資格都沒有，這他媽是什麼怪物？眼鏡蛇機動无失速，超高 G 滾筒，完全自主編寫的飛控代碼，他一個人走完了我們整個航空工業需要好幾年才能走完的路。眼鏡蛇滾筒急轉彎，你們的6代機呢？飛一個給我們看看。他說會飛就一定會飛，從來沒騙過我們。全頻段隱身，蜂群，激光，變形飛行，超機動，這是我們的國師啊！我說了，我改東西從來不按常理出牌。不過，這還不是我這趟最大的底牌。杜先生，你沒有騙我，你說的瞠目結舌，我知道了。搞不定就說搞不定，別扯什麼物理極限。你們底盤我用得很順手，下次還有這種活再來找我。下次你還願意跟我們合作？你們是第一個敢用我的公司，我當然記着。你的飞控代碼是怎麼做到的？卡车车斗直接变异，怎麼解決異形自適應？變形機構本身就是異形，不是先有飛機再寫飛控，是先有飛控再長飛機。蘇先生，這項技術你開個價？不賣。你知道這項技術值多少錢嗎？技術在我腦子裡，不賣。下次航展你還會來？看心情。但你們嘴裡不乾不淨的，反正別想從我這裡拿到東西。您說這還不是最大的底牌，請問還有更先進的技術嗎？您怎麼看待全球最強工程師這個稱號？你下一步計劃是什麼？一個個說，不賣不轉讓，技術在我腦子裡，誰也拿不走。至於計劃，恭喜宿主完成國際防務航展成就，獲得維修值200萬，解鎖傳說級改裝方案、星艦改裝方案。計劃，剛才那架飛行器只是次低配版本。我的星辰大海才剛剛開始。星辰大海是新的改裝項目嗎？蘇先生，請您說清楚。星辰大海就是星辰大海，字面意思，你們就等着吧。